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聊人民和人民史观。人民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政治概念之一了，不仅中国的国民包含了人民，中国的政府、法院、医院、道路，再到货币，都要冠以人民的名义。人民一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，而且都居于非常神圣的地位。但另一方面，人民又是中国人最陌生的概念，大多数人恐怕说不清楚人民的定义，也很少称呼自己是人民。因此，人民这个词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又显得没那么重要，强调人民话语最多的还是权力机关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人民这个概念在中国是怎么传播和演变的。其实，人民的内涵之所以如此复杂，难以说清楚，也确实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它所指代的对象和内涵也是不同的。在我们讨论人民话语时，毛泽东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，他对人民这个词提出过许多论断，是理解今天中国的人民话语的基本框架。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赞扬人民的伟大力量。1945年，他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一文中说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只要我们依靠人民，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，因而信任人民，和人民打成一片，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，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。”在毛泽东和党的话语中，人民一词是如此光辉和神圣，具有创造历史、战无不胜的神奇力量。它不仅是一切物质财富的来源，还是评价一切事件的道德标准。但人民似乎又不能等同于英文的 people， 那么人民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？1949年，毛泽东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有一个经典的解释：人民是什么？在中国，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。这句话解释了人民都包括哪些群体。接着，文章又说道，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团结起来，组成自己的国家，选举自己的政府，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，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，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，实行独裁，压迫这些人，只许他们规规矩矩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。这段著名的话强调人民概念是与敌人相对而言的，是用来区分敌我的。针对共产主义要消灭国家权力的这种声音，毛泽东反驳说，现阶段国家权力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，国内反动派还存在，国内阶级还存在，所以国家机器的作用是保护人民利益。这是在论证执政权力的合法性，同时也强调了人民是受党的领导的。那么，为什么人民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？这是由于人民的进步性，或者说革命性。革命一词来源于汤武革命的典故，隐含着新朝代采用武力推翻前朝，实现改朝换代的意思。易经讲到，商汤推翻夏朝的革命是顺乎天道和人心的，因而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。而英文 revolution 的词源指的是天体运动，并没有鲜明的暴力内涵。这里想多说一句，毛泽东早年似乎并不赞同暴力革命的模式。1919年，他曾经说过用强权打倒强权，结果仍然达到强权，不过不久他就改变了这种看法。到1927年，毛泽东意识到，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，而人民主要是受压迫的群体，因而也最有动力去推翻现状。毛强调贫农是最革命的，因为他们一无所有，所以革命性最强。而作为先锋队的党则是最先觉醒这一点的，因而肩负着启发和教育人民的责任。由此，党和人民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逻辑上的闭环。从上面的讨论，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概念的3个维度，基于阶级分析的敌我划分、论证合法性，以及人民的进步性或者说革命性。当然，这3点又是互相支持的。然而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
人民所指代的群体又是不断变化的。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并不讳言。我们在之前那一期讲妇女解放的视频，以及之前的视频中多次提到革命功利主义这个概念，也就是随当下革命的需要去随意的解释概念，对人民的定义当然也是这样。比如1935年，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，毛泽东认为革命的动力除了工人、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外，还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，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可能参加抗日斗争的。到1937年，毛泽东又将人民的范畴扩大，试图拉拢更多的群体进入人民这个集合。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，毛泽东说道，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它包括无产阶级、农民、城市小资产阶级、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一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。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，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，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。这里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变化。1935年时，毛的口气还比较弱，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被算作人民，而到1937年，则不仅是明确地强调资产阶级属于人民，还包括一切同一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，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了。直到1949年，为了安抚想要外逃的资本家和企业家，刘少奇奉中央的命令来到天津，向天津市工商界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。在讲话中，刘少奇表示，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、太发展了，而是太少、太不发展，因为资本家不发展，工人才痛苦。所以要打倒民族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，而多了一个敌人。这里又是明确的将民族资产阶级算作人民了。在党的理论中，资产阶级是剥削者，是革命要消灭的对象。如果说毛泽东先前将资产阶级定义为人民，是由于他们可能参与抗战，那么在1949年已经不存在侵略者的情况下，刘少奇是如何说明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合理性的呢？他说，东亚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，就是怕没有人剥削，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。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，而我们才只几十年，所以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，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，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，坏处少。接着，刘少奇又提出了，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的发展上有其进步性，就是比小农经济、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。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，只有把中国变为工业国，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，才能办到。到1949年，革命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建设新政权、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上来了，因此刘少奇从这个角度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必要性。刘少奇说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，言下之意是说至少在短期内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的。但这个保证就像拼多多的产品一样。进入50年代，当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，以公私合营的手段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，除了少数在香港设有分号的企业，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基本被全部消灭。大量企业家自杀，这其中包含不少先前被定为爱国和进步的企业家，比如卢作孚等等。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知识分子也被大量开除人民的队伍。当然，这一切也都是有预兆的，因为党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处在一个模糊的边缘地带，而工人和农民，尤其是贫农，则始终居于人民概念里核心位置。然而从50年代起，就连这两个群体也不再那么安全。毛泽东一方面极力推崇农民习气，把农民阶级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然而毛也不时地批判农民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，认为一些农民总想要发财，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，因而要想尽办法阻碍农民想要致富的念头，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。1953年，党的决策层认为，随着中国加速向社会主义转变，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行动必然会加剧。这种判断的依据是，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抱怨和不满，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工人和农民。于是，毛泽东和领导层决定扩大敌对阶级的范围，这自然意味着人民范畴的缩小。1953年后，敌对阶级的范围在原先的地主、反革命、
反动会道门、土匪等之外，又增加了富农。为了追求更加纯化的人民，党又划分出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等几个群体。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，它包括原国民党的党员、团员以及有海外关系者，还包括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。例如沈阳某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他曾经说，来个痛快，换换空气也不错，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。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，因为三轮车夫虽然是城市底层，但和三教九流都打交道，所以也是不纯分子。进入60年代，这种追求纯化的运动变得更加激进。新观点认为，工人阶级也不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，仅仅是阶级成分纯正还不够，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。因此，工人阶级也可以再按照左中右继续细分下去。例如60年代初，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2576名职工，但不纯分子有558人，占比 21.7%。1962后，对于那些工农出身且在1949年后接受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，一旦入党后就被算作无产阶级，但在1962年后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。理由是知识分子党员虽然是工农出身，但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，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。当然，文革更是将打击面进一步扩大了。文革也是人民话语、人民史观空前高涨的一个时代，然而也是人民受压制最深的时代。到70年代，文革快要结束时，大多数中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打击，真正的人民只剩下极少一部分人。总的来说，在1949年之前是不断做加法，人民的范畴越来越宽，而到1949年后，则是不断做减法，人民的范围越来越窄。理论的抽象的人民越是至高无上，而实际的具体的人民却越是地位卑微。这种神奇的合一，其实与儒家的民本主义是相似的。1949年后的人民话语，只是中国传统民本主义在20世纪的一次回响。我在讲资本主义萌芽的这期视频里，曾经简单提到了黄宗羲的天下为主、君为客的思想不等于民主，就是因为黄宗羲的观点其实还是很传统的。我们知道，儒家有许多强调民心向背的思想，比如孟子就曾经讲过民贵君轻。西汉时期董仲舒说过，君主是上天为了顺应民众的需要而设立的。朱熹也说过，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私有。尚书也讲过，民为邦本，意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。更为著名的则是李世民以舟和水的关系来比喻君主和民众，诸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等等。然而这些政治说教无一例外都是以不能颠覆君主制度为前提的，这是民本思想永远不能超越的底线。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不存在对君主的明确清晰的约束标准。我们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这期视频曾经提到过，近代的英国平民是如何通过议会对财政的监督实现对国王的制约的，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上，没有任何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来约束君主，君主不论怎样专制，也只能从道德或者历史的角度予以警告，而君主针对人民则有非常具体和可操作的惩罚手段。因此，这个被奉为天的民虽然崇高，但却与具体的每一个个体无关，反而是每一个个体都要依附于抽象的人民，受他保护，而得到了抽象的人民授权的君主，则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拥有生杀大权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，与民本政治并行的是将庶民比作牲畜的政治理念。君主和官员对待庶民，如同人牧养禽兽一般。牧羊人认为，作为一个整体的羊群是他的全部财产，比他的生命还重要，但羊群里的每一只羊都是可以随时出卖和交易的。这两者其实一点都不矛盾。毛泽东的人民观当然有着很强烈的民本思想的成分。1913年，他还在长沙求学时，就留下了这样的笔记：人心即天命，得其人，斯得天矣，然而不成者，谓之有也。1917年，在和李锦熙的信中也说：天下之心皆动，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？这些话几乎可以看作毛泽东后来人民话语的翻版。不过，我想强调的是，毛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特别，不仅孙中山也有类似的看法，而且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。清末，
在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时，一个很常见的想法是将西方民主视为儒家民本理想的实现。这里我们要格外说一下梁启超。梁启超可以说是将人民概念在中国发扬光大的第一人。他在早期虽然意识到民本与民主之间的差别，但仍然将民权视为争夺国权的一种工具。他对自由的理解也是非常工具化的。所谓自由是团体的自由，不是个人的自由。梁启超还强调，为了国权，国民的观念必须要统一。比如梁启超就把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中个人概念转译为人民。穆勒将社会性暴虐，也就是多数人的暴力，视为个人自由的威胁，而梁启超则对此不谈，反而告诉听众怎样做到合群。不仅梁启超，包括像严复这样的学者，在引入西方思想时都进行了有意无意的修改，而这种修改往往都是朝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方向去改的。这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20世纪的中国。毛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比这些人更少犹豫，更少自我怀疑，最后把这些东西实现出来了。毛对人民，尤其是农民的歌颂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当时的农民本身就像毛所表述的那个样子。但这种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权力规训和塑造的产物。按照当时主流的说法，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，农民既有追随领袖闹革命的进步的一面，也有追求私有财产、想要发财的落后的一面。而毛选择了前者，也就是依附性的那一面作为农民的本质，并且是从这个立场上去代表所谓的农民利益的。这让我们联想到了马克思对法国波拿巴王朝的评价。在路易·波拿巴的5月18日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：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，而是保守的农民，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，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。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，而是农民的迷信；不是农民的理智，而是农民的偏见；不是农民的未来，而是农民的过去。马克思认为，尽管波拿巴王朝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掠夺和镇压之上的，然而王权也会与最底层的群体结合，构成了一个敌视工商业文明和议会政治的保守阵营。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缺乏联系，也就不能形成政治组织，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议会。所以他们不能代表自己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，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，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。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当然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印证了马克思的这种判断。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，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，请联系我的邮箱，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